修容篇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修容。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修容的产品，有像是这种干粉状的，然后也有像这种膏状的。那通常膏状比较需要一点技巧，所以我会推荐新手用粉状的比较安全。然后再来是修容刷，有像这种斜角度的，也有像你也可以拿一支粉饼刷，一般的粉刷，就是它刷头比较范围比较大的，这样子刷出来比较不容易会有那个很明显的边界感跟线条感，对于新手来说是相对比较安全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做到修容跟打亮两个步骤。那我们如何来修容？首先呢，你先拿一支刷具，一支这个刷子，然后均匀沾取之后呢，我们下的位置大概是眉毛对下来这个颧骨区。那以正面来看，就是你脸上骨头最凸的地方的最高点，这里下笔，然后往前撒一点，这样是不是就看出来不一样？这样我的高颧骨就会被修饰了。我本来骨头是凸出来的嘛，那我现在涂了影子之后，它就会比较消下去。往前刷之后，剩下的余粉再往后带，这样我的脸就会往中间集中，不会更立体。如果有拍照的话，就非常适合这种画法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下颚线，这边要怎么修呢？一样沾取之后敲一下，然后去包住你的骨头，从底下这里往外刷，这里包住你的，我把粉包你的骨头，这样子刷，这样子由后往前，我们可以达到非常自然的修容的效果，而且不会有看到明显的刷痕，这对新手来说是非常容易上手的。这样我们的轮廓线就上好了。然后通常呢，我这边我的发际线边缘，因为我额头比较高，所以这边发际线我也会放一点点阴影，去修饰我整个脸型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另外一个，你再拿一支小一点点的刷子，松刷，松的，像这种松松的刷子，然后沾取中间的颜色。它干嘛呢？我们来画鼻影，让你的山根变得更立体，以及修饰你的鼻头。我会画在这边，我们这里的骨头最凹陷的地方，这里下笔，然后放射型的让它扩散，然后也可以把一点点粉带到你的眉毛，这样看起来跟你的鼻影会更融为一体。然后鼻头这里画一个小 V， 这样可以修饰我比较圆、比较大的鼻头。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画啦，因为每一个人鼻型不一样嘛。那以我自己，我觉得我的鼻头太大太圆了，所以我想要修饰，我就是这边我画一个夸虎的感觉，然后剩下的粉再往后去带，这样让我的鼻子更立体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鼻子的下方人中这里也可以画，因为缩短人中会让你的脸中段看起来变更短，看起来也会有年轻的效果。中间人中上的话，再上唇膏会有嘴唇变丰翘的效果。再来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唇下，
好，这样看得出来两边修容之后的差异了吗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进行打亮。打亮的部分呢，你就要再拿一支比较小的刷子，那一样是松刷。那你可以选择像这种刷子，它可以局部小位置精准的去放你要的打亮的部位，或者是像这种比较小、比较松的刷头，这个都可以拿来做打亮。那我今天我可以选择用一个火苗刷，我们比较常见的火苗刷，然后我们沾取一点打亮粉，之后敲一下，不要太多，因为我们不用全脸都涂，因为这样整个脸会看起来像油光满面。那我上的位置大概是以正面看起来，这里骨头最高点，这里凸的地方，这里扫2下，或者是画个圆，然后慢慢延伸到眼尾 C 区。然后通常眉骨这里也会反光，所以这里我们的骨头最高点，这里也可以上一点点，这样就有很自然的光泽。好，然后剩下的余粉，额头中心点可以带一点点，然后山根的地方，会让你的鼻子看起来更挺。然后接下来是你的鼻头，这样可以让你的鼻子看起来更高一点。那范围的话，鼻子就不需要把打亮画得太宽。如果你鼻头打亮的话，尽量范围缩小，越小越好，这样看起来鼻型会比较精致，鼻头才不会变成大鼻头。然后唇峰也可以加一点点这里，然后下巴这里反光凸点的地方。好，这样子我们的修容以及打亮就完成了，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单元喽，拜拜。